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了，胰岛素跟癌症的关系。你们都记得我跟你们提过一本书叫做《肥胖代码》，肥胖代码那个作者叫 Jason Fung， 之后他写了第二本书叫做 Diabetes Code， 糖尿病代码，他还有第三本书 Cancer Code， 癌症代码。你去读他这本书，他这本书非常有深度，很适合我们普通人读啊。在 Jason Fung 这本书里面提到癌症的原因啊，癌症的原因很多嘛，他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如果你把跟胰岛素有关的癌症还有跟抽香烟有关的癌症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占所有癌症的 80% 左右啊。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头皮都快发麻了。意思是说，我们只要行为上做出改变，我们可以预防相当大概率的癌症的发生呢。这岂不是说真的我们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运气很好，我34岁的时候戒了烟了，否则的话我过去肥胖加上我抽烟，那个几率不知道有多高啊。其实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据证明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或者是代谢综合症跟癌症的关系其实是很密切的。胰岛素抵抗会导致你的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处理你的血糖，而高胰岛素可以刺激很多细胞表面的胰岛素的受体，它跟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受体激活了很多酶的信号通路，促进了细胞增殖跟抑制了细胞的凋亡。抑制细胞的凋亡这句话很重要啊。什么是癌细胞呢？在 Jason Fung 的《癌症代码》这本书里面，他讲得非常好啊。他说癌细胞就是一个不会死的细胞啊，正常的细胞都会凋亡的，癌细胞的寿命比我们的生命还长啊。所以胰岛素多，最后的演变会促进细胞的增殖，它会抑制某些细胞的凋亡，所以它是一个促癌的一个因子，这是目前科学告诉我们的东西。另外一个，胰岛素上升会抑制我们肝脏产生 IGF-1 的这种结合蛋白，这种结合蛋白被抑制了以后，会导致自由型的 IGF-1 的升高。这种 IGF-1 它是强效的促生长因子，它会刺激恶性细胞的分裂跟增长，所以胰岛素高的人，这个 IGF-1 的水平会升高，所以它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另外一个，胰岛素高的人，高胰岛素血症的人，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他经常跟慢性炎症呢是共存的，它会促使肿瘤在微小的环境里面慢慢的形成一个环境，让肿瘤得以形成了。不要忘记了，胰岛素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种合成激素，它可以合成很多东西的。你给它什么土壤，它就会长出什么东西来的。我们如果吃高糖饮食，胰岛素就会帮助我们合成脂肪的。如果我们做运动，然后我们吃蛋白质，胰岛素就帮助我们合成肌肉的。如果你给了它一个不正确的环境的话，它这个环境里面它可以合成出肿瘤细胞的。所以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跟癌症是有关联的。另外一个，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的人，氧化应激跟代谢紊乱是很明确的。胰岛素抵抗下的线粒体功能障碍、脂质过氧化，还有呢自由基生成过多，都可以促进基因的突变跟癌变。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它的关联性，比方说结肠癌和直肠癌跟胰岛素抵抗的关联性是很高的，比方说乳腺癌跟胰岛素抵抗的关联性也很高的。所以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它跟癌症的关联性是很强的，真正就是代谢综合症啊，它等于是癌症的一个代谢的温床了。所以胰岛素抵抗的人，通常它不是胰岛素抵抗单独存在的，它是代谢综合症的一部分。那在这个环境里面，高血糖、高血压、腹型的肥胖、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等等的这种温床，给癌细胞提供了一个很丰富的葡萄糖的环境。然后呢，炎症的因子跟氧化应激的环境，它有利于细胞的突变，然后有利于这种突变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激素跟生长因子的刺激促不正常的生长。这些是代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跟癌症的关联性。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普通人要想要扭转胰岛素抵抗带来的这方面的风险跟影响的话，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呢？第一件事情，当然降低胰岛素啊，降低胰岛素那就是控糖饮食了。饮食里面大量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许多有不健康体重的人呢，会出现很明显的改变的。如果你的体重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里面，或许改变不是很明显，
可是如果你的体重是不健康的体重的话，改变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减重是很好的一个预防手段。另外一个低碳生酮饮食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水平，可以稳定你的血糖，所以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再来就是运动了，运动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的，当然运动要适量。再来一个就是间歇性的断食了，断食激活 AMPK 的代谢路径，抑制了 mTOR， 然后呢还有细胞自食。整个间歇性断食或者是一日一餐这种方式呢，对胰岛素敏感度好处很大，对我们细胞炎症的下降帮助很大，对我们细胞的健康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可以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